各位棋友大家好，棋界上局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2004年韩国第38期王位战决赛五番棋的第5局。上盘棋我们讲到，李世石在前3局2比1领先的情况下，第4局祭出了妖刀定式，意图一举击垮李昌镐，夺得王位，巩固自己的王朝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反而中了李昌镐的埋伏。至中午封盘时，局势已经是岌岌可危。中午休息，李世石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难道这盘棋就这样输掉？下午对弈还没有落子，他不禁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隔着棋盘向李昌镐大吼一声：“我认输！”说完真是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尽显英雄本色。当然这都是玩笑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5局的较量。13天之后，双方开始第5局。经过猜先，李世石猜得黑棋，李昌镐白棋。执黑的李世石依然选择了错小目开局，而白棋直接在右上挂，这与第2局的布局完全一致。下一手黑棋一间高加，白棋2连星。接下来黑棋挂，白棋一间低加，黑棋小飞手脚。下一手白棋在此飞出。在第2局当中，李世石选择了小飞的下法，结果李昌镐在3-3靠以下，双方在此形成战斗，但明显这个定式李昌镐赛前有准备。下一手黑棋跳的时候，白棋在此靠下，黑棋扳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再粘，白棋这个扳非常严厉。黑棋断的时候，白棋打了之后，打完在此一虎，局部李世石陷入苦战，因为接下来黑棋打吃，白棋长出，黑棋走白棋就长，再压长。由于争子对白棋有利，现在黑棋在局部已经无法吃住白棋。如果黑棋去走这个，那么白棋收气就可以，只要争不掉这一类的加吃，都已经不解决问题。第2局当中，李昌镐获胜。所以这盘棋李世石做了针锋相对的改进，他将自己的小飞修改为了更为坚实的小尖，白棋则选择了五线压的下法。这个定式李昌镐曾经多次运用，非常有心得。下一手白棋后势拐住，黑棋拆边，白棋马上再次点入，黑棋走，白棋就简明的压2下之后封锁住了白棋。下一手棋黑棋再次拐头，也是强硬的一手。这手棋一方面瞄着左上星位的白子，同时也盯着中央白棋的断点，而白棋接下来的选择也颇符合李昌镐的风格。局部白棋点在这个地方看似非常严厉，但黑棋压白棋退，黑棋再压白棋扳的时候，黑棋扳起，白棋长，黑棋虎。接下来白棋拆，在右边一带白棋收获巨大，但是上方被黑棋飞，整条白棋的大龙不活，加之左上角星位孤单，这个结果白棋反倒陷入苦战。实战当中，白棋下一手棋直接点在了3子正中的位置，这是棋形的脊索，既加强自身，又威胁黑棋断点。黑棋当然也不会再硬，下一手黑棋直接对左上角的白棋发动进攻。白棋的下一手选择至关重要，此前李昌镐曾和穆正硕下过类似的局面，白棋再次靠出，黑棋马上扳断，白棋断，黑棋长。接下来白棋长的时候，黑棋飞进角，白棋靠，黑棋退，白棋立下威胁要吃住这颗子，黑棋长，白棋在此飞，然后穆正硕选择了在此跳。而角上由于白棋上位安定，这个战斗是白棋苦战，那盘棋呢李昌镐最后输掉了。那么角上以后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黑棋有在此挡的下法，白棋退的时候黑棋可以加，白棋立，黑棋长，白棋粘住，这是一本道。下一手黑棋在此一扳，脚步白棋夹在2-1路是要点，但黑棋打吃，双方在此形成劫争，但这个劫明显的是黑棋的无忧劫，白棋太重。所以本局当中李昌镐改进了下法，他下一手棋选择了先在角上尖，站稳脚跟的下法，这也符合他的棋风。李世石自然跳，封锁白棋。接下来白棋再次小飞，马晓春九段在体坛周报当中对于这部小飞也是极为称赞，认为尽显了李昌镐的一个风格。
这手棋本身是极大的一个大场，既守了角，又威胁了下方的这颗黑子，同时把棋盘下方和右边的两个大场交给李世石做选择。这是李昌镐的拿手好戏，和他下棋仿佛在做选择题一样，每一步棋都是一个选择，选对了继续，选错了 game over。 那么现在黑棋如果走在下方逼住，这也是极大的一手，但是由于上方白棋已经补了这手棋，这个点的手段就变得非常严厉。这样一来，白棋拆边，黑棋再飞，对于上方的白棋已经构不成威胁，你走这个白棋断吃就可以。这个结果右边一带黑棋潜力尽失，李世石不满意，所以实战当中李世石选择了右边的大场，白棋自然就走到了下方。下一手棋李世石同样面临抉择，现在这个局面越来越平稳，慢慢似乎进入了铺地板比拼内力的细棋格局，而这种格局正是李昌镐最擅长的。在当时棋坛，面对尚处于巅峰期末期的李昌镐，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位棋手都没有把握说在这种局面下能够战胜他，因为这正是李昌镐最为拿手的温水煮青蛙式的赢棋方式。所以李世石对于普通的下法不满意，比如说在下方拆，那么白棋回到左下扎钉，黑棋抢占左边大场，白棋跳下守角，接下来黑棋再次小飞，这样就慢慢的进入了比拼官子的一个格局。李世石显然对此没有把握，所以实战当中他选择了更为激烈的这种下法，直接点到了左下角的3-3，意图通过这一带的乱战寻找到机会。但是结果证明这手棋并不好，接下来白棋挡住，黑棋搬粘，然后从左边2路飞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冲，白棋打，这个局部是常见定式。但下一手棋黑棋如何选择？如果按照定式继续走下去，黑棋粘住是活期要点，但白棋在外围一飞，整个外围彻底加厚，黑棋过早的捞了一个角，让白棋形成外势，这个结果白棋是满意的，对于黑棋周围无论上方这条大龙还是右边的阵势都有巨大的影响。所以李世石对此不满，实战当中他直接断了上去，期待着白棋再次补棋，黑棋再回来粘住。接下来白棋由于吃不住这颗子，如果在下方补后，黑棋极有可能直接将这颗子动出，这样外围白棋存在缺陷，黑棋就有了战斗的机会。但是李昌镐明察秋毫，洞察了李世石的心思，在黑棋断的时候他并没有着急补棋，而是先在一路扳了一下，李世石粘住，白棋直接长了进去。这样就局部而言，黑棋角上并没有活，但外围的白棋也存在缺陷。不过由于周围缺乏子力接应，黑棋直接动手尚不成熟。局后研究，黑棋最强硬的下法是飞在这个地方，引诱白棋打吃，黑棋顺势一长，白棋在粘的时候，黑棋这两个压都是先手，接下来可以再次加，白棋搬，黑棋打完之后可以迂行再次不断，白棋再搬出，黑棋就一路冲出，接下来黑棋冲绝先，然后再次一跳加，就可以将白棋吃住，这是黑棋的理想图。但是这种下法骗不了李昌镐，因为局部白棋有经典的解围手筋，此时白棋先拖是好手，黑棋如果搬，白棋打了之后再次一加，这样一来黑棋的这个压就不再是先手，那么脚部的黑棋死掉，白棋当然成功。而如果黑棋现在长，白棋就粘住，黑棋再长，白棋打完之后就不再继续往上跑，可以直接在脚部收气吃住黑棋，这个结果也同样是白棋实力大优，黑棋棋形还是不太好。所以李世石看到在局部暂时没有什么厉害手段，他干脆直接脱先，挥师左上，希望将左上的战火引到左下，在这一带做做文章。而李昌镐下的也非常的简明，他尽量不往下方跑，先夹在3-3，继续忍让。李世石眼看一计不成，接下来继续爬进去挑逗。泥菩萨也有3分火性，
李昌镐也被激怒，这个时候白棋断然不肯再退到二路，所以下一手白棋再次穿出反击，黑棋则趁机在角上搬，夺走白棋眼位，白棋虎住，黑棋打吃，白棋战，双方在左上爆发激战。下一手棋黑棋再次爬，一定要让白棋往下方跑，好借用这一带白棋的缺陷，而白棋顺势冲出，黑棋再退，李昌镐下出了一波好手，他在跑之前先在上方一路打吃了一下，局后李世石坦言这是他忽略掉的一手棋。这个打我们看到，如果现在黑棋粘住，那么白棋的这个挡就成为先手，黑棋尽管有打吃，那么白棋又跳出，以后黑棋这一带还需要再补一手，那么这一带作战黑棋失败。而实战当中李世石选择了直接提吃，白棋如果打吃，黑棋就粘住，利用白棋的断点与白棋周旋。但是李昌镐非常老道，他先不着急去打这一下，而是先再次长气，黑棋搬，白棋再搬。下一手棋黑棋长也是无奈的一手，现在如果强行扳住，白棋可以在此断了之后迂形弯出，这个局部一旦断点消失，下一手棋打吃完之后一粘，角部的黑棋就死掉了。而黑棋如果回到角上补棋，白棋这一冲，黑棋上方就崩掉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够被白棋联络，一旦白棋联络，黑棋上方就死掉了。但是黑棋如果冲，白棋简明的这次冲了一双吃呢，外围防线被撕裂，这个结果同样是黑棋大亏，整个外围的黑棋全是不活的。所以实战当中黑棋只好选择单长，而长完气之后李昌镐动手了。下一手棋白棋直接再次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然后白棋粘在了上方。现在这个局部黑棋很想断，但可惜断的话对杀将差一气，如果现在黑棋断，白棋直接收气，黑棋扑，白棋提，立的时候白棋就搬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你再去收气呢，白棋粘住，再收气，这一打吃刚好就把这个黑棋吃住，这样呢黑棋不行，所以无奈李世石呢此时选择了扑完之后再扑，然后再次长气，意图利用白棋的缺陷做活。下一手棋白棋直接粘住，黑棋再立。现在黑棋一方面要吃角上的接不归，同时也瞄着外围的断点。如果此时白棋补在角上，比如说粘住接不归，想要强杀黑棋的话，黑棋的这个断就成立了。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带白棋收气，黑棋收气，白棋再走，黑棋一走，局部刚好是个金鸡独立，这个结果白棋被杀显然不行。那么实战当中李昌镐再次下出了李世石忽略掉的一手，李世石当然也知道这个时候白棋不会去杀他，所以他的计算是黑棋立的时候白棋会在这一带补棋，这手棋看似像好棋，又要封锁上方黑棋，又要先手补出这个断来杀左边的黑棋，但实际上这是个假棋，这也是李世石给李昌镐布下的陷阱。如果白棋跳在此处，李世石会再次挡住，接下来当白棋粘在上方准备要杀黑棋的时候，黑棋这一断是致命的逆棋，白棋再去吃，黑棋打吃，接下来白棋提掉的时候，黑棋直接收气，这个局部刚好形成了一个有眼杀无眼。现在我们看到如果白棋直接搬，那么黑棋挡住之后收气就可以，这口公气白棋永远收不到，你粘我就继续收气，再粘再收气，白棋死掉了。那么如果白棋先在此粘，黑棋立下，接下来白棋去收公气，黑棋就继续收，这样白棋如果再收气，黑棋一打吃，还是把白棋吃住了，这个局部总是差一气，这个结果当然李昌镐就崩溃了。但是魔高一尺，佛高一丈，这个地方针对李世石布下的这步陷阱，李昌镐接下来用了一步迂形，彻底化解，反而给李世石留下了一个解不掉的死疙瘩。这个地方下一手棋白棋的补断并不像李世石预料的一样跳在此处，而是直接迂形弯了一手，这是好棋，也是李世石此前失算的地方。这手棋走完之后，
接下来如果黑棋还是要收棋跟白棋对杀的话，那么白棋直接收棋就可以。黑棋扑，白棋提，黑棋再挤住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气跟刚才已经不同了，白棋直接在一路搬粘。接下来打吃我就粘，再收气我就连上。我们看到此时呢，黑棋无论怎么收外气，白棋刚好多出一口气可以把黑棋吃住，这个结果黑棋当然是大亏的。所以当白棋弯在此处的时候，无奈李世石只好选择在脚步补活，而白棋接下来冲，黑棋已经挡不住了。如果现在黑棋强行挡住，那么白棋这一断对于黑棋是致命的，黑棋只有先护住上方大龙，而接下来白棋在此一靠可以顺利联络。如果黑棋执迷不悟继续冲下，那么白棋只需要打了之后一长，由于这带黑棋的气太紧，左右的黑棋已经难以两全，这个结果黑棋同样是崩溃。而如果黑棋退让，那么白棋直接补棋就可以，这一带黑棋的棋形还是非常的郁闷，而白棋的联络则非常完整，下方一带黑棋的借用也都已经消失，这个结果同样是白棋优势。所以实战当中面对白棋的冲，李世石回到上方段寻找头绪，但是这手棋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，白棋简明打吃。接下来黑棋回到下方搬，想要在这一带利用上方的三路的硬头对下方的白棋发动进攻，但是李昌镐此时大局观已经非常清楚，下一手他直接搬在上方，黑棋断然不可能拿上方这条大龙与左下的白棋转换，所以黑棋只好长出。接下来白棋再爬，黑棋长，白棋跳联络，黑棋冲，白棋挡住，阻度白棋冲出就可以，这一带黑棋的气太紧。下一手黑棋联络，白棋顺势再长，黑棋粘住的时候，白棋先打吃，然后直接粘在此处。这样我们看到白棋上下全部联络之后，局面已经尽数在李昌镐的控制之中。现在上方的黑棋这块棋没有活，中央左边这块棋也没有活，而左下角的黑棋也没有活棋。那么接下来李世石开始施展他的僵尸流绝技，下一手棋黑棋直接跳在了左下角的2-1路。这手棋走完之后，局部黑棋已经活棋，因为白棋这一带呢气很紧，有很多接不归。现在白棋如果直接来点杀，黑棋可以扑完之后再次顶住，白棋连回，黑棋打吃先手，这样我们看到黑棋就做活了。但是角上活棋，外围的这两条大龙却都变得极重，但此时形势所迫，李世石也顾不上这些。接下来李昌镐在脚步先手定型，粘，黑棋夹是先手便宜，这手棋对于以后这一代的鹧鸪意义重大，李世石在这个地方也展现了自己的鹧鸪才能。而白棋在一路搬阻度，下一手黑棋顶住做活，白棋再粘，黑棋彻底补活。接下来白棋在上方尖，李昌镐的白棋在这一带下的也是行云流水，尖完之后上方黑棋必须出逃，而左边的黑棋自然就陷入了危机之中。实战黑棋在此飞出，白棋再跳，下一手棋黑棋贴回的时候，李昌镐选择了厚实的在此尖，继续威胁两条大龙。当然局后研究，白棋此时有更为强硬的下法，此时白棋贴是最严厉的一个招法，黑棋搬，白棋搬，黑棋连搬的时候，白棋可以在此断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就提，接下来黑棋粘住的时候，白棋顺势一长。这个下法比实战更有力量，原因在于白棋在缠绕上下两块黑棋大龙的同时，还间接的补住了黑棋在此切断的可能，因为白棋的这条龙实际上也没有活，这个局部立下才是一个直三。现在如果黑棋断，那么白棋打了之后滚包，由于气紧，这个就直接把黑棋吃住了，这个要更为的厉害。但是此时已经优势的李昌镐实战当中选择了尖的一个下法，而抓住机会的李世石马上开始鹧鸪，下一手棋再次切断，这是好手，利用之前的两颗子，白棋吃，黑棋再打，顺势逃出，白棋提掉，黑棋打吃。现在白棋当然不可能粘住，下一手白棋直接再次打，黑棋提劫，
白棋现在不能够退让，如果白棋粘住，那么黑棋一旦这两个压变成先手，这个断就变得非常可怕。而如果白棋补断，黑棋这块棋出头之后，上方的棋处理起来难度就不是很大。如果两块棋都得到了处理，上下两个角也都活棋，这一代黑棋的战斗反而占到了便宜，白棋走了一串近乎单关，这个白棋当然不行。所以李昌镐必须要咬住这个劫。下一手白棋在中央跳，借助威胁上方大龙寻找劫财。黑棋继续逃出，白棋提劫，接下来黑棋刺，白棋粘住，然后黑棋再提，白棋下一手棋回到了角上补棋，这也是李昌镐的风格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就像局后观战的金万术五段询问李昌镐，这一代为什么不去选择更强硬的杀法，去杀掉黑棋这两条大龙当中其中的一条，比如说刚才的贴。李昌镐的回答非常简明，他认为为什么要杀，我简单的走下去就可以平稳的控制住局面赢下来，干嘛要冒风险去杀对手的大龙，尤其对手还是李世石这种非常擅长陟孤乃至僵尸流的强手。那么这手扳的目的在于，如果以后黑棋还是去断的话，白棋可以直接在角上粘，黑棋提，白棋点进来，这个破野和这个提吃必得其一，这样白棋反而将黑棋杀掉，有了这个扳呢，这个断的威力就被降低了。那么黑棋下一手棋再次刺，这也是好手，有引争的作用。下一手棋白棋提劫，由于上方断的威胁已经消失，黑棋也不再恋战，直接粘住，白棋补断，黑棋再断，白棋团住，黑棋打吃，之前刺的这颗子刚好发挥作用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看这个局部的战斗呢，李世石勉强度过了难关，这块棋总算是暂时逃了出来。不过两块棋依然在白棋的威胁之中。下一手棋李昌镐再度下出了还手，但依然控制着局面。此时李昌镐直接粘了一手，这手棋有点类似于日本古代吴木的妙手，因为明显的脚步的这个威胁已经被解除，这个断呢暂时不补也没问题。但是白棋补在这儿主要目的是担心黑棋断完之后，这6颗白子遭到黑棋的反制，同时补完这个之后，下一手棋一粘就可以直接把黑棋这块棋吃住了。那么局后研究，李昌镐错过了一个次序，此时白棋更为强硬的下法是在此团一手，这是绝先，黑棋上方大龙必须逃出，待黑棋坚出的时候，白棋再粘，这样黑棋上方的这条大龙一手棋补不活，下方这块棋也不活，依然是黑棋苦战。实战当中白棋选择了直接粘，李世石非常机敏的马上打吃了一下，白棋只好提，然后黑棋一提之后，由于这个打吃是先手，这块黑棋的眼位已经比较充足，没有死活的问题了。下一手棋白棋粘，杀掉了黑棋的左上角，绵延近白手的左边的战斗终于暂时告一段落。意识到形势不利的李世石，下一手棋对上方的白棋大龙发动反击，此时局面是盘面实力差不多，黑棋贴目困难的一个形势。白棋连回，黑棋粘住，接下来白棋靠3-3寻找眼位，黑棋直接挖，白棋打，黑棋粘，以下白棋连回这2颗子，防止黑棋在此挤断的下法，而黑棋则直接在角上断吃，白棋打先手，黑棋提掉，下一手棋白棋跳出，向中央逃出，同时威胁破坏黑棋右边一带的阵势，而且以后白棋团在此处的时候，黑棋这块棋还要被搜刮。但此时形势所迫，李世石再度释放出了胜负手，他直接碰在了这个地方，最大限度的扩张自己右下一带的阵势，同时也在于这一带寻找头绪，看白棋的应对。白棋选择了在2路扳，黑棋扭断，白棋这个时候不能够长出，这个太贪心了，这样黑棋在此一靠，反而给了黑棋搅局的机会。白棋再扳，黑棋打完之后再次冲出，这个结果形势越乱，对于擅长乱战的李世石就越有利。而李昌镐似老僧入定一般，面对黑棋的挑衅，直接在此打吃，黑棋再打，白棋就提，下一手棋黑棋打吃，白棋就老老实实的粘住。接下来
黑棋选择了在上方长，威胁白棋的眼位，而白棋顺势一跳。下一手黑棋再打吃的时候，白棋对于这几颗子已经从轻处理，接下来先再次飞，黑棋自然不肯被白棋破到右边，下一步棋尖在此处，白棋顺势一跳，整个白棋上方大龙已经脱困，而且中央加厚之后，接下来一箭双雕，右边要打入破空，左边一带黑棋的大龙还没有完全活起，两条路让李世石选择。擅长冒险的李世石自然不会再去顾及这条大龙，直接在右边飞手控，而白棋接下来先在右下3-3靠埋下伏兵，黑棋强硬顶住，下一手白棋再次断，黑棋提，白棋一长，这手棋无疑在向左边的黑棋喊话，交枪不杀，但是李世石对此置之不理，埋头继续在右下捞空，而李昌镐又发出了第2次的警告，这一次就要严厉很多。只听他对李世石喊道：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，胆敢说不字，管杀不管埋。但性格倔强的李世石怎会吃李昌镐的这一套？面对白棋的威胁，黑棋在此简单的应付2手之后，下一手棋冲完直接回到了右下角尖，这手棋价值极大，因为黑棋如果不走，白棋以后在此扳，脚步一长就活棋了，而黑棋在2路打吃，白棋反打可以断下黑棋的3颗子，依然保持着胜势。黑棋见完之后，脾气好的李昌镐还是没有直接动手，他再次给了李世石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希望他争取宽大处理。下一手棋白棋再次先手长一下，然后直接点在此处。现在黑棋补活还来得及，但是右边一带的空墙被破掉，而由于之前有了2颗子的接应，白棋有2条退路，并无风险。但此时以抱定玉碎决心的李世石依然选择了执着的在右边守空。李昌镐即使脾气再好，警告3次，黑棋还置之不理，当然要动手屠龙。接下来人狠话不多，手起刀落，直接杀掉了黑棋的大龙。下一手棋白棋再次拐头，黑棋再扳，白棋断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打的时候李世石就直接认输了。现在我们看到，如果黑棋在此提吃，白棋长出，黑棋再长，白棋退就可以。接下来黑棋再尖，由于周围的白棋极其厚实，下一手棋白棋直接在此一并，黑棋已无退路，而自身无法做活，又没有和白棋对杀的可能，大龙死掉，这盘棋自然无法再争胜。这样李昌镐最终以3-2的总比分战胜李世石，第9次蝉联了王位战的头衔，追平了自己师父曹勋玄的记录，同时也报了此前在 LG 杯当中输给李世石的一箭之仇，用自己的实力在巅峰期的末期给自己的后辈好好上了一课。这盘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